好吧，听着蛮骇人的哈，就是主机是好多个小主机并联在一起的哈。那另外呢，这个它有一个叫做超雷测试，雷啊，水雷哈。那说这个超雷呢是跟美国租的，所以今年5月到明年5月，超雷设备的租期。那你今年5月，今年5月都过了，都还没有啊。所以顾立雄解释说，因为这是技术协助我们，不能随叫随到，所以呢，当时就定了一个时间呢。那现在怎么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另外呢，海鲲舰还没有进入潜航测试，它这个海面上这测试了3回又开回去了，中间又发生一堆问题在整修。那将来就算开到海，开始是浅的比较浅的水的潜航，再来比较深水的潜航，现在连比较浅的潜航都还没有。所以呢，现在你要超雷检验的软体怕过期了，所以这又会影响到交舰的时程。就当时预估的太乐观，以为可以这样，就根本达不到所以呢，黄介正他也是中华战略兵棋研究协会，他说这个真的卡关，是不是到时候给他安乐死算了？那你后续舰怎么？后续舰他不一定要参考这第一个舰，本来我们希望第一个舰好好做，韩国是第一艘舰前舰在德国做。所以他整个人到德国去看一下德国人怎么做。第2艘舰把德国的技术人员请到韩国，在韩国做，但是有德国技术指导。第3艘开始还自己做，我们不是我们第1艘开始自己做然后呢做个乱七八糟，所以呢你第2艘不一定要跟第1艘一样第2艘可能有另外要另起炉灶，另外的想法也说不定了不知道会怎样那凤馨怎么看？好，其实这几件事情就包括了海鲲号的这事情，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大气海洋局的局长能骗就骗那有机会的话就尽量骗预算这件事情，还有我们看到刚刚过的这一个任性台湾的这个预算当中，当然现在砍掉了嘛就那个在那个战备室当中，长效饮用水1瓶120元，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椅子呢一张椅子就要5万块钱，一张桌子就要250万，那都是天价的一个这个经费。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高科技的情况之下，你要编这么多的经费，就跟我们的常识距离太远。那这3件事情都凸显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国防预算被要求要大幅度的增加。那么在2016年之前，我们的军事预算连同特别预算占我们 GDP 的比重其实是远远低于2%。远远低于2%，大概1.5%到1.6%。我用 GDP 的角度，当然这几年 GDP 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可是不只是 GDP 成长的快，我们国防预算、军事的预算占我们 GDP 的比重成长速度更快，连同特别预算，明年要占到3.3%。各位你要知道，那不是只有翻倍而已啊，不是从1.6到3.3，因为这几年的国防预算的 GDP 的这个比重，就是 GDP 本身那个饼是一直在扩大。那又要分给国防预算这么多的钱，而且这种分法跟过去我们在编预算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过去是说呢，主计总处它画好了一块饼，然后你在这块饼当中你要尽量的争取，争取不到的话，明年也不会有。可是今年的情况是，因为我要拿数字去跟美国交代，所以如果我编不到这么多，我还会被处分的。那可是问题是，每一年大家的所有的这个运作其实都是延续性的。我不可能今年我有10个人，我突然在明年我就变成了30个人，这没有办法，因为我不可能一下子找了20个完全陌生的人，然后来进入这个领域里头。然后或者是说呢，我不曾买过的武器，我突然之间买来，然后我要编大量的这个战备，它都不可能。就是你要塞预算，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结果就是什么呢？一种人就是呢，我拼命吹牛，海鲲号就是吹牛吹出来的。我们迷信，你只要砸了钱，我们的军事就会很好，我们的国军就会很好，我们的国防就会很强，我们就会有防卫韧性。可是你刚刚看到的几个重要的系统，通通都是拼装车，而且拼装的非常的危险。然后呢，你再看到说呢，我们光是一个超雷的测试。今年5月租借到明年5月，如果说我们明年5月根本就没办法进行这个测试的话，这1年的租金就白费了。那没关系，白费了，反正我们国防预算垫高了，那就可以跟老美交代了。所以对于海鲲号来讲，当然也是人能骗就骗。那么，所以这整套系统当中，你要塞这么多钱的进去，一部分的人就是我尽可能的吹牛去诈骗，
另外一部分，你可能真的老实的国防部的官员，或者是老实的这个官兵，他们反而会很头痛，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塞钱进来。我们其实不断的被要求，这个整个的军事预算占 GDP 的比重必须要2%、3%、5%、10%。我们已经被拖进一个我们不可能够承受的军备竞赛，我们会被拖垮。任何国家它的这个军事预算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一定被拖垮。我们已经被拖进了一个我们无法承受的这个军备竞赛，而在这军备竞赛当中，我们有大量的诈骗以及消耗。我最后稍微提一点哈，我不懂这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就是说海鲲号从11月开始每一天罚19万。各位，我算了一下，那一个月呢，就是最多罚600万。你要知道，如果真的要罚到40亿，要多少年吗？我算了一下，我自己反复验算，我在想说，我是不是算错了？我是不是少了一个零？要花57年呢。所以他说那个20%的上限，40亿要罚到57年，你才会罚到这么多，你在骗谁呀？好，讲完了。郭立雄说第一烧要7年以上嘛，他说我们当初太乐观这个问题，他不就是打脸了这个蔡英文跟这个黄曙光那个好大喜功吗？他等于拆穿，但国建国造是蔡英文的大内宣呢。结果这整个造舰的这个神话被拆穿了。那现在更严重的是什么？大家去看那个整个系统，刚刚赵大哥给大家看说，至少那个什么主机跟电力还有什么整合式的那个载台，整个系统有问题，对不对？现在海军怎么说？你看，你要跟我讲吗？他说，因为我们是拼装的这个船，不是拼装，是拼装的这个船啊。我们太多公司了，所以我们技术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要把它整合好，给我们时间就好了。你看到现在都还在骗，这多离谱的事情！就刚刚赵大哥在讲那个。为什么会出现海军局这个海军这个局长？他说什么？预算能够骗就骗，能够编就编。我跟大家讲，这次的严重到什么程度？上个礼拜不是通过了那个发给大家普发还税移民普发1万块这个吗？另外有一笔就是要930亿，要给大家这个度过这个高关税冲击的，照顾产业跟这个农业跟这个劳工的。里面他们故意去大灌水，去把本来年度预算的放了1100亿的国防预算进去。老讲这个依照预算法，这个本来都是不对，都不应该给的啦。可是因为老实讲，现在一方面是美国压力没有错，那一方面就是说大家认为说我们要有自己的自主的这个军备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钱就是给他了。可是离谱灌水到什么程度？讲给大家听。刚刚讲的，大家知道，刚凤行在讲了一瓶水他说为了怕这个战争，要有战备的这个长效水，饮用这个长效水，平均下来一瓶120块钱，他编了8亿我们台湾民众党来说，这个太离谱了，我们说那就砍2亿好不好？后来自己顾立雄说那砍4亿。你看他自己编到后来吃到都吐出来了，你看离谱到这种程度就不只是大灌水，他还承认说我们当初就没有好好去绑架然后本来是要砍2亿的，他就认为说他们都说认为是已经太多了，他也承认说他是有错误的。你看多离谱，事前没有绑架，事后又发现这个这么多，然后自己要去砍得更多，所以本来8亿的这个预算对折砍一半那刚讲那个。他说什么联合作战中心的整个设备要更新，买那个桌子跟那个椅子，一张桌子编到250万。你是什么防弹呢，还是什么恐惧呢？大家讲说最近金价涨太高，所以你需要那么多钱，对不对？后来这笔钱都是他自己承认说绑架都是有问题，事先思考不周，所以自己都去砍了，这是多离谱事情。那我现在提醒大家更严重的，最近还有笔预算的钱要进来，这个防卫韧性，对不对？9000多亿，将近1兆的这个预算。我们一年用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才3兆，他一下编了将近1/3的钱进来，要做这个防卫的这个韧性，那个整个都扭曲掉了。特别是我们现在政府的这个预算，本来应该很多在做基础建设，做这个经济建设，对，做社会福利，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马上攀升，整个你把特别预算整个攀升进来，国防预算都已经降到第一步了。第一位了，这对我们以后整个台湾的影响会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今年度我们虽然删的幅度很小，然后现在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占这个历年来已经是最高的，结果民进党一直在造谣，扣我帽子，对不对？可他们现在老讲，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你要去删这个国防预算，他一定美国的压力也来，这个民进党压力也来。可老讲，你从这种能骗就骗，能花就花的这个，老讲今年一定要好好讲，每一笔都要拿出来好好看。要看紧每一分人民的这个民主。但是问题，你砍他就是说你不重视国防预算呐，你有什么这个故意？还好，这是被我们抓到了，然后自己就吃不下去就吐出来了。他很明显的用这个爱台湾之名啊，任性台湾之名啊，什么非核家园之名啊，不是这个样子吗？光电不也是这样子吗？只要跟光电有关的，只要是非核家园有关的风电、光电尽量捞，所以不是送给老美，就是自己。
己人捞，不就这个样子吗？我觉得现在这个预算真的是编得太离谱了啦。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挂帅到现在为止，就是说，因为他几个他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的这些意识形态，大家连编预算的福音在他的意识形态底下，然后就拿这些意识形态去绑架大家的这个情感，因为像情勒，然后情勒之后的话呢，你不但是在这个选票上面受到的影响，连钞票都受到影响。我觉得这部分其实立法院是真的应该要硬起来。我觉得接下来的来外合作也好等等，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看不下去，这个钱真的是乱花，你这个乱花，那还不干脆普发现金发更多算了，对不对？再花，对。然后那个水的，因为大家都买过水，知道你平常买个水多少钱呢？我刚刚去查一下烟酒公卖局，台湾台啤特酿黑麦啤酒12罐960，一罐就80块啊，对不对？然后凤梨口味24罐700，葡萄口味24罐700，就是说啤酒这啤酒啊，它的水比酒还贵，就是贵了1倍，还贵那么多，真是要命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啊，他这个因为习近平拍一个贺电给他了，哦，习近平说要坚持9·2共识，反台独，推进国家统一，就是推进是第一次用的哈，好像蛮积极的哈。那郑丽文说，一中各表示，当时是口头表述一中了，各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什么叫一中呢？就各以口头表述，就你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我是中华民国，当时是这样子的哈。那所以呢，媒体说他是讲的一中各表啊。那另外呢，这个特别去强调中华民族，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新的通关密语？大家都表示是我们都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啊。因为你美国虽然是美国，你也不能否认你是 Anglo-Saxon 民族啊，对主流美国人来讲啊。那另外呢，他们就列一个比较了。洪秀柱当选当天晚上，习近平发了贺电给他。吴敦义当选当天晚上，这个发了贺电给他。江启臣当选没发哦，现在对江启臣不是很满意哈。朱立伦呢是到隔天上午发了一个贺电，那这次呢郑丽文是隔天中午发了一个贺电啊。那另外呢，这个今天就有人问赖清德说，是不是接受9·2共识、一中原则就能够和平？赖清德说不可能，那因为这样就可以能够和平呢？不会和平呢啊。不过你回头看马英九时候，两岸是很蛮和平的，哦，兵也是说到4个月了，哦，然后我们参加各种国际协会，老公也没有什么阻挡啊，哦，所以从那个时候看起来，其实是算是平和嘛，哦，那民进党现在，我觉得民进党是很不公平，就是说马英九那时候出卖主权，我一直不解马英九当时出卖的什么主权。啊，你总要给人家公道，他没有，他台湾主权也因此少掉一点吗？也没有啊，对不对？100多个国家可以让我们免签，哦，然后这个也没有几乎没有断掉任何一个邦交国。那你现在民进党执政断了多少邦交国？你争取到什么主权呢？主权当然是很空洞了，但是你又争取到什么新的主权呢？啊，好吧。那记者问了这个大概是那个王浅秋，今天他上中广王浅秋的节目，王浅秋问他说：“你会不会到大陆去了？”他说：“会哦，为了跟中国交流，如果能够化解很多误会哦，如果怕被贴标签，就不要出来混哦，所以我不怕被你们贴标签哦。而且呢，你们说我有红统，是低估选民的智慧哦，说呢党内担心他太亲中，这是一个假议题。”我根本不怕啊！那另外呢，这个可不可能作为他的这个令不出党中央？他说不可能哦，我令可以出党中央哦。那另外呢，就赖清德只送他一个花篮，也没有发贺电，以前都有发贺电。郑丽文说赖清德格局不够，是台湾的悲哀啊。那另外呢，这个朱立伦说他会担任国民党永久的志工啊。卢秀燕说大家应该团结。朱立伦好像他不少的人马哈，那都要去另外成立一个办公室啊，所以显然朱立伦将来还要继续奋斗，继续努力。我们看一下，不可能接受侵略者的条件啊，所谓9·2共识，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就有办法得到和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总统赖清德讲得很笃定，会见侨胞提到不接受9·2共识，是否要喊话给国民党主席当选人郑丽文？民进党的很多的论述。其实偏离了第一个正确的历史事实，定海神针就是9·2共识，如何远离战火，就是反对台独最新的主流民意。郑丽文再一次表达立场，9·2共识跟反台独是新民意，这似乎也对应到习近平的贺电。在当选后，习近平提到9·2共识反对台独，要推进国家统一，措辞比朱立伦当选时还强烈。郑丽文则回应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是否成为国共交流新的通关密语。来，嘉瑜，你是民进党怎么看？我觉得当然，郑丽文今天接受习近平的贺电，我不知道心里是何感想，因为大家在回顾郑丽文在1988野百合学运的时候，是主张要建立一个这个民主的国家我们有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国家。那到现在呢，习近平主席发贺电给他，要共同推进统一。那这个统一是怎么样的一个统一法呢？这个大家当然打一个问号。那包括郑丽文他在选举的过程中，确实在网络上的境外势力的账号这个国安局长也证实是特别去支持郑丽文。那而且这些账号今天也有被发现说，本来这些 AI 主播在选前都说郑丽文有多好多好，现在开始在谈什么娱乐事业等等就是完全忽然换了一个调。那所以这也证实说，确实这些境外势力在选前干预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而郑丽文这背后为什么包括习近平在4中全会这么忙的时候还不忘要发贺电，包括这些境外势力的账号在选前特别支持郑丽文，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这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亲中势力，然后再拱郑丽文？那郑丽文要如何去摆脱这样子的一个阴影跟嫌疑？这也是未来国民党党主席之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认为说，郑丽文是他是真的站在台湾这边，还是说他真的要帮这个习主席、共产党一起来推进统一大业？那这也是国民党的其他候选人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因为其实私底下也有很多2026、2028要选举的人，我相信对他们来讲，当然希望维持台湾的本土路线。如果你一个党主席他在选举的时候大喊说我们要做一个自信自豪的中国人，我想没有人敢跟着他一起喊因为毕竟现在台湾的民调80%以上的主流民意都认为我们是台湾人，几乎没有人会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种种的这些论调加上后面的这些因素，对于郑丽文未来要领导国民党之路，可能会有很多的阴影跟很多的质疑。来，齐凯，蓝白合很重要，现在你们怎么看？之前当然蓝白合透过这1年多在立法院的整个合作跟配合，看起来是往比较正面在走，特别是大罢免那一次，我觉得蓝白是不只是从立法院跟整个党中央，看起来连那个基层民众都是有沟通，所以基层应该是这经过这2大力度，我觉得以后往前走应该是可以比较顺利的哈。那我印象中就是国昌已经对外讲了嘛，他前天有跟柯文哲柯主席有详谈，那他们有之前他们就讨论过这个联合内阁这个事情，就是说希望从中央一直到地方了。不过老讲现在可能在讲这个都早了一点点了，就是要等这个国民党这边人事定下来。中央的联合内阁，地方的联合政府，大概它2个层次。对，要整个要去谈。那事实上，这个是在总统大选，这2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柯文哲就已经有琢磨，他办了2次这个大型的这个会，其中有一次还是我主持的，就是说这个是他本来就有准备的，就当初是为了总统大选嘛。那后来他认为说，在2026这一块，到底两边怎么去配合，应该从两边的这个从理念跟这个政策开始有些价值性的了。他不是说马上就什么分位置，说这个去讨论。那我是觉得现在慢慢的，可能我现在讲可能都太早。我现在只是跟大家讲，就是说，事实上从柯文哲到黄国昌，党内我们是做了一些的这个准备。不过一方面要等这个国民党整个人事定下来，那我们先从彼此的这个理念、价值，我们先一边来谈，谈完之后，然后看哪些县市确实要推出，重点就是一定要推出最强的人，是可以赢的人嘛。因为你这个蓝白合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下架民进党，民进党喜欢2把，对不对？不只是司法追杀这个事情，你要去做一部分的这个改革。那大家如果说都已经都稳定下来，然后两边可能有个可以坐下来，你说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小组，彼此好好再来谈？好，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正确。我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往正面去看。那但现在看起来可能有波折的地方是在说，跟在很多地方你提名，你说新北市，那提名就是一定是提一个人嘛，你嘉义提也是提一个人，宜兰也是提一个人啊。那到底怎么去进一步去整合？只是要这个机制一定是要出来。
是要个民调呢，还是说某些地方是两边是怎么样一个配合？这要等两边这个整个从党主席到重要干部整个坐下来谈才会是好。不过我刚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因为从大罢免跟国会整个运作都是非常成功，特别你面对是一个2把独裁的这个民进党，我相信这个国切这个南北这2块应该是慢慢透过这个制度性的这个结合，对两边应该都是有利的。不过基本上大致都没问题了，因为现任国民党连任的，你也不能不提他嘛，而且都做得还不错嘛。他现在就是他继续做啊。那现在高雄就是柯志恩嘛，台南就是谢龙介，看起来也没见到民进党有人嘛，大概这2个也都 work 很久了嘛。那现在就是3个地方了，宜兰、嘉义市、彰化县。彰化县如果其实彰化县如果真能够协调成，谢依凤应该也是。如果谢依凤家人愿意让谢依凤出来支持，我觉得谢依凤也不错嘛，对，又是经济学博士，在地法院表现很好。那现在大概剩下就是新北、宜兰跟这个嘉义市，对不对？那新北黄国昌有意，李四川声势蛮高，我觉得 PK 一下就好了嘛，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困难的啦哈。那也许 PK 以后组织联合政府也可能嘛，就是用几个民主党人这个进政府里面，那些是。这个宜兰嘉义市的，你也不要到嘉义市吗？对，我现在就是往，所以那时候再协调一下，所以真的有争议的地方其实不多了。其实我认为2026还好了，没有那么复杂了哈。可能2028会复杂一点，不能再说嘛。2026先过了再说嘛，来轩。对，我觉得当然就是这个才刚刚选举完嘛，这个所以呢，等于是才经过一个周末了。就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立文当然有几个挑战啊。就第一个的话呢，他虽然是过半数，就是在参选里面的过半数，但相对来说这一次的投票率真的是并不高，然后他当选的票数也并不高，所以他怎么样子呢，能够让整个所以说选举看起来非常激烈是激烈在参与的人很多，然后过程当中的言辞交锋好像还蛮辣的哦。但是呢，真正党员的参与程度，其实坦白讲，并没有想象中的来的热情，那他的参与程度有没有来得更高？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郑丽文来说的话，怎么样的让他的整个的党内啊，这个针对这个事情，不管是参选的人中间最好不要有任何的这个裂痕，我相信不会啦啊，这个因为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期待太深了，那再来就让党员的参与来的更能够带动起来，然后让整个的党员的结构，我觉得这一次很多的话题其实跟结构有关啦，因为党员的结构呢，让整个的看起来就资深的党员比较多，然后倾向于两岸之间可能要更加的这个沟通的交流的人来的比较多，所以才会让郑丽文在两岸的路线上面说的话呢，比平常看起来来的更加的强调。那我想这一部分的话呢，都是第一个就是郑丽文他在整个党的状况，不管是呢参选的人，或者一些干部，或者一些地方的这些立法委员啦、县市长，他必须要让他团结起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让他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少数的党主席，能够让他能够更凝聚一点，更具代表性一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党员结构的关系，所以让他的过程当中所谓的我是中国人这个话，或者说赵先生所讲的中共竞选这个话，不断的这个延烧。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坦白说，我认为郑丽文的话已经有一点点在修正了就是说他会讲到中华民族，你知道吗？其实，在讲到两岸之间的这些交流的话呢，其实有几个层次第一个你是制度认同，第二个是文化认同。第三个是血缘，血缘跟血脉是最不可能去否认的，因为你就是中华民族。但是的话呢，你文化认不认同？其实可以讨论哦。你的这个制度认不认同是可以讨论的。其实过去国民党来说，很多是讲到文化认同，所以连文化认同都谈到了。但是其实曾丽文到目前为止，他只讲中华民族，所以他讲这个血脉认同是一个最基本的。那更何况是讲到9·2共识，当然他没有讲到各表2个字，但是讲到9·2共识，1992年他形同去谈到各表，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你会看得出来。我联想到的实际上是高市早苗啊，你看高市早苗在过去他如何的是日本当中的极右翼，参拜靖国神社11次，但当他真正成为要去竞选党的这个党主席之外，他要去竞选这个首相的时候，他可以说不参拜就不参拜啊。所以你会发现竞选期间的有些话，跟你当选之后可能迂横整个的大局，因此做了修正。我觉得这对郑志荣来说，不管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前后
或不义，但他的修正是一个必然。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郑丽文他的逐渐的修正，我也认为第一个他应该要这样做，第二个他看起来有点点在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两岸的部分。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县市长未必会成为话题，但未来势必会。他这方面的话呢，他必须慢慢的让大家知道说，他并不见得是那样的一个意思，让大家能够那么的轻易贴一个亲中的标签。那最后我觉得当然就是有关于整个的党务，他的人事安排，我觉得是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人事安排也好，然后的看他会凸显出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很去反映出各方的一些势力也好，有个团结的意图也好，格局是不是够高也好。那另外的话呢，智库我觉得对于这个他的政见来说，对于整个的国民党未来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那我想这些部分的话，都是对于曾丽文来说，接下来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这次选举呢，原来是很热闹的哈。不过我们看啊，就是说投票，郑丽文的这个优势是他过半的，哦，过半也蛮重要，表示至少一半以上投他啊。那不过投票率不高，39.46%，那得票65122是比较少的啊，因为投票率一定有影响到得票数了哈。洪秀柱那时候呢得了78000，吴敦义你看得了144000啊，江启臣84000，朱立伦85000。这个郑丽文65000哈，那不过一方面投票所少，一方面我觉得国民党因为年纪大的人也多了，哦，年纪大的人要在那么远的地方去投票，也就是不管是刮风下雨大太阳都是问题了哈。那另外呢，郑丽文今天去拜会了党团，立法院党团，说他会成为党团的后盾，会跟党团并肩作战啊。另外呢，这个郑丽文点名柯志恩、苏清泉、谢龙介，因为刚刚讲了嘛，柯志恩要选高雄，谢龙介选台南，苏清泉选屏东，说呢你们能够选赢，国民党就出头天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蓝白合他认为有信心，所以李四川耳朵有点痒，就是意思就是说大概就是李四川了啊。那黄国昌因为郑丽文曾经批判柯文哲，说呢而且对蓝白这个合作。曾经呢，这个说这个会不会不容易合作？黄国昌说他昨天晚上见了柯文哲，一夜就翻篇了，现在是新的一页了哈。那另外呢，黄国昌提说应该组联合政府，那郑丽文说呢，如果要蓝白合，要两党的中常会通过才可以蓝白合哈。好，我们看到底怎样。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中午是来拜会了立法院的国民党党团，不过可以看到，其实大家的气氛是非常的好，而且呢，途中呢，傅昆萁总召也带领着所有的国民党立委一起喊说国民党胜利，还有说郑主席加油。只是呢，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先前呢曾经有发文的卢秀燕的子弟兵，也就是黄建豪立委，他有特别发文说了，他认为说郑丽文呢是有一点点履历空白，而且没有带大家打赢过胜仗。不过呢，稍早呢双方其实也是大和解，而且也拥抱。哎呀，选举嘛，我们大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所以选举语言过去就算了，大家不需要把它看得这么的严重。我想就是党主席选举过程中，当然就会有竞争，然后有些摩擦，但是选后。我想大家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大家就要一致对外面对民进党的这个恶政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团结对外。那所以当然，刚刚郑丽文女士郑主席今天见来立法院党团来拜访，那当然我们就是充分的来交换意见，那也表达大家的立场。我想这个很多人是因这个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那我们期待我们是因误会而这个分开，因了解而结合所以说要花时间来双方多沟通、多了解。我想这是我们整个党团最主要的立场。其实郑丽文新主席也是特别的强调了，他说大家都是身经百战，所以呢过去的选举语言呢他也没有再多加在意。不过可以看到，其实双方在拥抱的时候呢，郑丽文也有特别摸了一下黄建豪的头，因为呢就是认为说他头发好像有一点点白，认为说他可以去染一下头发了。只是呢，这一次郑丽文来拜会国民党党团，他也特别的强调了，他说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提供满满的子弹，而且他也说了，等他上任之后呢，一定会让国民党有更强的战力之外，他也会提供满满的后援，希望呢，立法院还有国民党中央可以并肩作战，团结合作。今
今天郑丽文呢是应这个立法院党团的邀请啊，去拜会这个所有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那我们可以看到郑丽文其实出身民进党，我相信呢他也会是非常懂民进党的一位国民党党主席。但同样是党主席，我倒是想要说一下黄国昌跟赖清德哈。今天呢，我有到我们中央党部哈看到哈2位主席送的花。那黄国昌的这个花上面呢，这个株数呢就是比赖清德的还多很多哈，比较贵。那再来呢，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上面的那个牌子写什么。黄国昌主席呢非常大方，他写恭贺中国国民党主席当选人郑丽文女士，恭贺当选任重道远台湾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敬贺。所以呢，你看这个小小的卡片上呢就写了3个恭贺，但赖清德写什么呢？郑丽文女士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高票当选，赖清德没了。就这样，所以呢，这个赖清德呢，身为这个执政党的党主席，还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不仅呢这个花送的比民众党还少，上面的内容呢也不够大方，所以完完全全的是这个小鼻子小眼睛。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民进党呢也不用所谓的什么见猎欣喜啊，这边见缝插针啊，说什么这个郑丽文是什么打败老男男啊，郑丽文这个什么投票率低呀，得票率低，不好意思什么叫做打败老男男？罗志强跟郑丽文他们是同年，都是55岁。如果呢真的要说是打败什么老男男、老绿男，那2011年民进党总统初选的时候，蔡英文赢了苏贞昌，那是不是也要说蔡英文是赢了老绿男呢？那再来2011年民进党的党主席选举，苏贞昌、吴荣义、蔡同荣、许信良，每一个呢都比郝龙斌1952年还要老，所以当初这个民进党不就是老绿男打赢了更老的绿男？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朋友呢，你们完全不用笑。那再来这个投票率呢，民进党也不用在那边笑国民党。2023年民进党党主席，也就是赖清德当党主席的这场选举呢，你们的投票率只有17.59%。那现在郑丽文呢，还有郝龙斌这一场的投票率，我们将近了40%，所以等于是国民党党主席的投票率，我们还比民进党还要有党员的这个代表的资格。再来，还有民进党的朋友笑啊，这个郑丽文主席啊，这个选票就刚刚好过半的得票率来当选，这个得票率呢，也比赖清德主席40%当选还要来得高。欢迎。其实我觉得投票率跟得票率这件事情我并不意外，因为我看到说呢，国民党一共设了383个投开票所啊。你要知道，全台湾有368个乡镇区，他设了383个，等于是一个乡镇区只有一个。平均下来，那你知道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就是大选的时候，全台湾设多少个投开票所吗？17794，几乎每个里都有一个了。对，所以台湾现在大概是每一区一个了。你觉得说12万人参与这一场投票，你觉得人数很少？可是这12万人真的还是跋涉了相当远的一个距离，然后才去投下这一票。其实这一次的投票结果，当然在最后的那个很多的我自己回馈到的一些这个朋友的一些回应，我大概知道这个郑丽文赢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我其实很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说，这社会对于国民党的选举其实有3个严重的误判。第一个说国民党有人头党员，有人头党员大户，我要告诉各位说没有。国民党党员的自主性之高是大家超乎想象的。我当时有解释过的，请看之前我曾经解释过为什么国民党王马那次就看出来了，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认为说呢，就是国民党的平均年龄很高，党员因为他65岁以上不用交党费嘛，所以他的平均年龄很高，所以他们会支持年纪比较大的人。我要告诉各位，错。我在过去这20多年来，从国民党第一次丢掉执政权2000年之后，国民党内最支持世代交替、最支持年轻人的，恰恰就是这一些资深党员。他们内心里头最希望年轻人赶快接棒，不然的话，他们很担心国民党没办法持续，他们那个血才是更热。第三，大家会认为南部比较受派系影响，我也要告诉各位，错。我自己来自于高雄，我其实有很多朋友，还有我的小学同学都还在高雄。他们曾经跟我讲过一次我其实印象深刻的不得了。他们看到我都哭了这样子，然后说：“凤馨，你知道吗？我们在高雄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连承认自己是支持国民党都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就是大家氛围的关系，所以他们最希望国民党赢。”
好，那我刚刚讲的这3点，其实凸显出来，就说这一次的选举，大家投给郑丽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希望国民党改变。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诉求，是认为2026年就算赢了又怎么样？2018年国民党大胜，2020年还是输了。那么2022年国民党的县市长赢更多，但是2024年还是输了。所以他们会很希望国民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机会。我其实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的是，我对于郑丽文的两岸论述，我反而没有那么担心。我也不觉得那些境外的什么这个网军啊，是什么中共介选啊，什么等等的。原因很简单，我真正的见过网军投资，我跟他们聊过，他告诉我，那你花钱其实就可以买网军啊。那他告诉我说呢，其实聪明的网军不会设一个境外的 IP， 他其实是跳的，跳2个3个之后才回来台湾。否则的话，很快就会被查获，然后很快的海外的伺服器就马上被查封了。所以一定是跳2个3个，你那个跳1个，你就想要去推出那个结果出来，其实是太过廉价。但是我最后提一个哈，我对于他的两岸论述，因为前一阵子美丽岛电子报特别做了一份民调，就是自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72.8%。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两岸的通关密码是这个的话，它会是一个好的基础。但是我这边说一点，因为我了解立文的个性，我不担心他的论述能力或战斗能力，但我担心他的个性。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希望他在过去这一段期间，他展现了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希望他能继续下去。我提一下啊，今天郑丽文郑主席的啊。他来立院党团，我们是很给面子的，出席的比例非常高。那这里面就反映出一个东西啊，其实你会发现到他这次选的过程当中，公职人员就是有民意基础的选出来的，支持郝龙斌的太多，相对的站在郑丽文旁边的公职人员少之又少。可是后来他赢了，这里面当然原因就很多了哈。其实，因为主要的有一股力量是所有的国民党支持者怕输已经怕到一个程度了，就希望真的2026、2028一定要赢。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口才这么好的口才就占尽便宜了。所以他其实老实讲，我认为某种程度他是幸运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需要这样的人出来。第一个，第二个，在这样的他出来以后。你看，立院党团很快就表态了，全力支持；县市长也几乎都表态了，要支持。所以外面会讲说，哇，他的什么红色思想会怎么样，什么等等的，这个大家都大可不必。更何况2026年跟这个郑丽文的两岸的一个论述，其实关系不是很大。地方型的选举，除了台北市、新北比较很大都会的之外，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就主要还是在地经营的非常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觉得他2026的成绩应该不会太差。2028主要就是看2026我们跟和白军怎么样合作。这里面谈到联合的政府啊，这里面层次很多了。刚才邵师兄特别提到了，我这里面好好的谈呐，我们就比民调啊，民调赢的人去选呐。但是我们是联合政府，所以有什么重要的局处，讲好了，以后我来负责，你们白银就负责进来。如果比如说齐凯兄，你是后来你民调你赢了，你代表整个的蓝白组合选嘉义市长，那比如说里面的财政局长啦、什么局长啦，这个让蓝军来。这个就是联合政府的概念。我觉得把这个弄起来的话，其实大家都认为说，下一次蓝白合的话，一定可以打败赖清德，一定可以下架赖清德。所以郑丽文其实是非常 lucky 的，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环境底下，他要好好的把握，就是不能犯错，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主席他当起来不会太困难，但是未来真的是任重道远。谢谢大家回来。
NVIDIA 辉达到台北哇，已经这个讨论了2个礼拜了哈。因为今天传出来消息说呢，没关系，辉达也无所谓是不是 T17、T18 没有也没关系，因为还有一个 T12。李志川说没有，说呢，但是给新售一个最后期限，一个 deadline deadline 英文就是死线，就是最后期限的意思啊。那所以呢，到底新售在最后的这个截止日前会不会做什么表态？新售说希望3方面去协商然后呢说他要直接跟辉达谈补偿金，李志川说不可行，说辉达怎么会2面付钱嘛？一方面要给台北市政府，一方面要给你辉达所以不太容易不可能所以呢，李志川说辉达希望对市政府来对口，不可能同时要付2笔钱那另外呢，这个台北市说对新售已经下了最后通牒，24号要提备案给辉达，没几天啦。如果说你今天几号？20。如果说你4天之内你不同意的话呢，我们就有备案那到底什么备案李四川笑，我们现在是游刃有余说呢，备案是比T18地方更大说呢有一个秘密基地，那什么意思？到底有什么地方？游淑慧议员说呢，担心呢这个新售希望跟直接辉达谈，会不会新售对辉达狮子大开口？因为新售讲你那么多钱，这点钱算什么呢？所以台北市政府是不是变敲诈的协力者，帮助敲诈我们看看有哪几个案子原方案就是台北市科T17、T18，土地方正四面明路，辉达首选。它不只是四面路，还面基隆河。你知道国外很喜欢有河景的，还有一个这个黄仁辉这个黄仁勋喜欢的，离士林夜市很近，到夜市方便。然后呢，劣势就是地商权嘛，就是跟新售的问题嘛。经济部说给一个松山机场南部的营区，靠近内湖跟松山机场，面积3公顷那可能要结合台北市政府的用地，他希望多一点，到6公顷。对，就加起来了，但是光经济部是不够的。另外就在新北林口产业专区土地完整靠近其他 AI 产业链，但是呢不是在台北市那台北市政府有一个 T12跟周边的私有土地另外就是松南营区，跟这一样，松南营区。那同样是在北市科，如果 T12那但是有些私地要买来了那如果是松南营区，刚刚讲过面积3公顷它面积3公顷，可能要中央跟地方加在一起6公顷。我们看一下。我是游刃有余。辉达在台总部到底能不能留在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说，他可是游刃有余，因为北市府已经准备好 T12跟松山南2块土地，甚至还有没曝光的秘密方案。那容我大概这个稍微保密一下因为我们还是跟辉达大概在看这个该有的土地。那这些土地如果确定，我会对外去做宣布。我们选择的地绝对会跟比 T17、18加起来大，中央能够协助都市计划变更能够快一点，还是会比 T17、18一样的时间交给辉达。李四川保密到家，会在24号前全部提供给辉达，而新售至今尚未回函合意解约。传出新售愿意让步，条件是北市点头，让新售跟辉达直接洽谈解约金。但李四川说，现在辉达希望的对口就只有北市府，不还是原地打转啊？原则上这个已经表达很清楚，不管从市政府或是从辉达的角度，大概在这5个月我们3方坐下来谈的时候，都已经表达清楚了。原则上，辉达是希望对市政府，那由市政府收回这一块土地，他不可能付给这一个新售一笔钱，又跟市政府签呢，又要付给市政府一笔钱。喊话新售尽快在期限内把报价函文给北市府，北市府不同意新售跟辉达直接洽谈解约金，而新售暂无回应，对新售下通牒，10月24号前不回复就启动备案。嘉宇当过台北市议员怎么看？
虽然李四川说是游刃有余，但是外界看会觉得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哦。因为毕竟黄仁勋是1年前就已经指定要这块地了，谈了1年了，然后到现在呢还没有一个下文。然后新秀前几天还在那边假动工哦，在那边自己这个拉布条。那蒋万安说这个金铲子要我动才有效哦。那可见得其实新秀就是坐地起价，甚至还想跳过台北市政府，直接跟辉达要钱，因为他认为说我没有要北市府1毛钱，辉达愿意给啊。问题是你新秀这块地当初怎么来的？你整个 BOT 的过程，市北科已经被移送北检了，人家隔壁的金人堡。将近快要一样的土地，人家是80亿得标，你才40几亿，甚至你还不用投资计划，所以整个过程大家就觉得有疑点重重。然后你新秀这块地隔了3年，你还没开发，还拿个铲子在那边假动土，今天还想要拿这块地丢全台湾的脸，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大家就在看说北市府的这个烂摊子，本来好好的天上掉下来礼物，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来，伟。这个不能讲北市府了，其实主要是症结是新秀了啊。那新秀因为他签了地上权嘛，那大家都知道3年多来他没有动工，那突然就是弄个假的哦，所以外界其实瞪大眼睛在看了哦。新秀你到底要出什么幺蛾子？我就这样讲啊，这个你这个一弄啊，这个如果真的因为你这样子乱搞，这个回答没有办法在台北市的话，他变成历史罪人了。与其批评这个蒋万安搞不定辉达呢，那你不如看看赖清德，他是亲手送走了台积电，而且是一张单程机票不回头吼。所以看得出来，这个蒋万安李四川呢，他现在是要守住新的护国神山，因为原本的护国神山呢已经被赖清德送出国去了。感谢。我是觉得，如这个李四川川普所说的，就是说现在NVIDIA 它的对口就希望是台北市政府的话，那他就不会独中某一块地的话，问题比较好谈啦。要是我是 NVIDIA， 我也是对政府啊，第一个政府有公权力，第二个政府价钱公道嘛。是先说现在这个狮子大开口到这种程度，真的觉得有点夸张。而且呢，这个假动工也这个动得有点莫名其妙。所以呢，如果依照目前的想法，如果说新秀愿意摸摸鼻子，这个接受台湾舆论对他的指教，然后包括这一些市政府跟这个国家的压力，因为对他来说真的是会是一个罪人啦哦。如果他自己摸鼻子愿意回过头去降价的话 ，OK， 不行的话就换地嘛。那个放心，我先纠正一下哦，辉达宣布T10、T18是今年5月底的事情，不是什么1年多的事情，纠正一下。但是回过头来，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已经变得很单纯。北市府给了新秀 deadline， 那在 deadline 之前，我相信北市府已经很清楚，因为他们跟辉达之间的这个联络，其实是确实有1年多的时间，一直拉住的辉达不放。那么，所以我相信他们已经有沟通管道。A 案不行就走 B 案。那如果新秀如果在期限之前没给答案的话，我告诉你，名利双失。台北市政府这边土地很多啦，我觉得可以像李主任讲没有错啦，可以从容，游刃有余没有问题。